那么因为呢，这个蓝营基层有怒火了哈，说搞了半天怎么32-0啊？蓝委现在被罢免，通过一届的有32个，那绿的一个都没有哦，因为本来说要以战止战，以罢止罢，要精准打击嘛，都没有啊。那朱立伦说责任都在我哦，那如果责任都在你，就不要鼓动你的那个什么，你的直属的骇客来骂我，每天来骂。哦，从网军从我的脸书20分钟就开始骂，哦，骂的老沈都看不过，昨天老沈已经开骂了啊。那到底你干嘛呢？对不对？我只是为了国民党好啊，希望基层要动起来。你搞你的网军骂我干什么呢？啊，骂我也不会，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你的啦。哦，我一点都不在乎啊，你继续骂好了。你真的要对干就大家来对干，没有什么意思嘛。你这干什么呢？对不对？表面说责任都在我，私下要干我，是什么意思？责任都在他，请他吃党主席啊！责任都在在添加油了，在添加油。现在基层很生气了，所以傅昆萁说要邀国民党委员共商，说正在全力补强啊。那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说呢，是我们因为我们签署比较慢，是因为我们不要做违法的事了，因为选罢法规定1年以后才能罢。对。那民进党很早就开始罢了嘛，就开始在部署啊，所以呢，意思说我们做不出这个违法的事情。那另外呢，这个。昨天在这个一个节目里面呢，郑丽文就骂说呢，这个国民党你们这些人是烂泥扶不上墙，哦，永远腰杆子挺不直吗？哦，站着茅坑不拉屎，那就换别人来嘛。哦，本来是一手好牌的，打到烂的，因为本来罢免制没有正当性的，真的是国民党本来一手好牌，好好的辩论，好好的这个对干，国民党是有胜算的，结果呢一手好牌打烂，结果呢国民党的发言人就哭了啊，这个杨志宇就哭了。那杨志宇说：“我们没有懈怠过一天，我们每天都很努力，还被你这样骂啊，等等。问题是你努力不努力，我们真的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嘛？假如说你努力了半天，结果是32-0，你有什么好讲的呢？有什么好哭的呢？哭我是同情了，但是呢，要看结果啊！我最讨厌一句话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功劳算什么？苦劳算什么？功劳才重要，结果要看的，尤其这种政党的对决啊，被民进党笑死了，人家32-0哎，但我相信呢。”经过这样的刺激以后，在未来的10天是可以补件的，因为还有10天的这个时间嘛。哦，那像北投那个地方就一个周末就补进3000件，哦，然后呢，万华那边呢也是有将近2000件啊，所以有在动的，要动就好嘛，主要要动起来哈。那另外呢，这个民间团体喊话说全民要站出来，大家都站出来哦。那郑浩平也说党中央没动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新北市党部说呢，也协助这个去罢免啊，就是说国民党也动起来了。哎，我就讲说，你都不动，还都讲以为民进党都是民间团体，你问我才不相信。哦，多少教会在后面支持他们，多少人在后面支持他们，给他们钱，给他们物资。那国民党说都靠这些年轻人，那年轻人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呢？其实没有那么大能力的哈。我们看一下。民众党前新北干部前往联署站，送上近100份提议书给罢免民进党新北立委苏巧慧跟吴其明团队，展现基层蓝白合。的时候就有非常多小草自发性的参与啦，那民众党他们也组织性的加入，我们也是非常乐观。小草们都希望台湾可以更好。所以这方面应该大家还会继续集结跟努力。部分小草看不下去，跳下来帮忙。眼看补件时间倒数，有12组罢免绿委团队都需补件，双北团队联署站赶紧起跑，但传出罢免团队资源跟金钱都不足。眼看党中央似乎没有动作，各地方党部先出手，新北党部号召在地市议员服务处纷纷开始代收联署书。从以前我们就一直在强烈的呼吁国民党的党公职站出来嘛，稍微晚了点，但是站出来毕竟就是好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有点无奈啊。如果有资源的话，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啊。另一边，北市罢免双吴团队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更是亲自出马到联署站指挥帮忙。时间倒数，求人不如求己，蓝军先拼设联署站，要拼补件不漏气。来，这个志涵怎么看？民众党现在你还跑到北投去支援是吧？我就是北投人啊，对。其实我
娘家是在大稻埕大同区，然后后来我搬到这个关渡那边，然后在北投。那天很巧，我本来就要去参加联署，结果呢，因为工作都很忙，都没办法去。那天礼拜天刚好带小朋友去上才艺课，对面就有个联署站，重点是人很多，所以马上就吸引到我注意力。我看了也很高兴，然后马上去加入。那我也认识那个发起人，就是一任，就是他们，对他们其实我在立法院上个会期的时候，我们都互动蛮多，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助理。那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就是说，怎么会第一阶段送出去之后，不合格率会如此的高？那我想呢，这个罢免，事实上呢，其实它第一阶段就是资源战跟组织战。那这个时候呢，党中央既然朱立伦主席已经下达了态度，他甚至还点名了，有2个人他都是点名说要把他罢免掉的，就是吴丽华、陈莹，结果竟然呢完全是不动如山。我想这个对于他们的士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事实上呢，这些国民党的基层的朋友，他有告诉我们说，第一阶段呢碰到这样子层层的阻杀，其实对于他们内部的士气来说，其实确实是有遭到重挫。那当然，赵大哥前2天有去，昨天有去这个万华这边，我相信呢也会带动一波的这个名气，或者是说带动一波的联署的这个风潮。但是我还是昨天看到了国民党的这个发言人，他上节目的时候这个情绪比较激动。当然我相信就是年轻的这些从政的人员一定很想要努力，很想要有一些战功，或者是说很想要一些表现。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确实国民党在目前现阶段，连第一阶段的罢免的这个份数都看起来哩哩啦啦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怀疑说，到底党中央现在国民党中央对于这个罢免案的态度是什么？毕竟他们很多的党籍的立委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担心的。如果你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士气没有打起来的话，未来在民进党全面的资源战、全面的布局，还有他们全面的开讲下去的时候，到底国民党现在的这个立委的这个目前的盘势还能不能守住，还能守住多少？而民众党在乎的是什么？是现在国会的这个3党不过半的这个情势的这个动态的平衡，我们希望它能够守住。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国民党呢，还是在这个部分要为自己的党籍立委多加油啦。这个部分我觉得绝对不能有任何隔岸观火的。还有我注意到他们的自己的选区里面的可能很多议员，每个人都在想谁未来会出来补选，结果就造成了其实动员能量非常非常的低。那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出来做这个摊扣？当然党中央的责任绝对责无旁贷。对了，就是说大陆的时候，为什么国民党把大陆丢了？就是老共打这个部队的时候，那个部队在旁边看，觉得他被消灭了，我就做大了。跟那个川普有点像，台积电没有了，他美国就大了。都这种心态，大陆后来就丢了，大家互相也不支援了。那国民党刚刚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讲像志涵讲的，的确有很多人这样，我讨厌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我怕这个人出来，我怕那个出来，大家都不知道，都在观望，那怎么可以？你光靠这些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多困难啊？比如说北投士林，他到最近才找到一个固定点呢，他连找一个固定点都找不到啊。那中正万华，他们那个年轻人是打带跑的，这边2个钟头，那边2个钟头，要联署，他不知道去哪里联署，因为他那个是移动，他没有一个固定地点。那你自己看看，今天人家传给我民进党的厉害民进党呢不止党员名册是正确的，平常办活动呢也会留联络资料，而且还提供一个这个 APP 给大家免费的资讯，甚至有范本告诉你们填罢免要怎么填然后还告诉他们你家附近有哪些可以联署点。他不是只有靠不是只靠这年轻人，他有很多什么咖啡厅啦、便当店，都是他们联署点，你都可以去。所以你知道是哪里联署啊？这国民党这些年轻人，我看了这些蛮可怜的。所以他哭也可能有道理，他觉得他很努力、很认真的，但你资源不够你资源不够，你在这么短时间要动员，你1阶都这么辛苦，你2阶怎么动员啊？1阶1%2阶是10%，那个困难很多如果还靠这些人，还靠这些资源，你2阶怎么可能连到10%呢？是非常困难的。续再回来。好吧，今天民进党就绿的了，全台湾要罢免蓝委的集结宣布呢，因为他们很多1阶段都通过了嘛，所以2阶段联署启动，2阶段60天，依法是60天那要成立宣讲团，要成立网站所以都集中在一起来这个成立2阶段罢免的大动员那曹先生说，大罢免不是政党对决，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对决，因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共产党了所以要驱逐红色走狗这是曹先生讲法
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呢说，曹先生说跟史书华说呢，这些桃色风波他们被丑化，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故意丑化我们啊。那另外呢，沈伯洋说，大家放心，虽然你们是民团，民进党一定做大家后盾，哦，要力拼第2阶段啊。那另外呢，70个民团也在一起，要力挺大罢免。同时呢说，赖清德跟民进党如果不投入，就会被人民唾弃，到时候一定给我投入。那这个柯建铭讲了，说赖清德我们现在是大民意大罢免，然后呢那个赖清德会大出场啊。总统府一再否认，那吴思瑶昨天也讲了，是适当时候赖清德一定会下场。哦，到底下不下场，出不出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春酒。公民前进。全台罢免国民党立委1阶段通过，团队大集结，宣布2阶段联署正式起跑，同时公布将设立罢免网站，串联全台联署状况。不过，先前深陷外遇风波的罢免叶元之领衔人史书华，事发后终于现身，同样深陷桃色风波的曹新成也在谈此事，会用各种手段威胁你、丑化你，是吧？这样我就被丑化很厉害，啊，没有关系，不怕。只是现在罢团金流也被质疑，有网友抛出罢免李彦秀团队的春酒照片，说这一桌就要至少9680元，让国民党痛批公民捐款恐怕都被罢团拿去吃大餐，根本就是诈骗集团。这些吃饭的钱哪里来？这一些钱是不是都是从他们去诈骗、去诓骗这一些民众所取得的非法募款资金呢？春酒这个用词是餐厅那边自制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写的。那我们就是简单的餐叙，是我们自己吃饭只出钱。被罢免的李彦秀虽然尊重，但对源源不绝的资源也很疑惑。他们绝对有源源不绝的资源，包括在过去这半年他们在联署的过程当中，有图卡、有标语，可以喝春酒，可以吃尾牙，我都尊重。好，我都尊重，但是这些源源的资源从哪里来？不过，迎战大罢免传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已经下动员令，请全台各地方党部商界场地举办讲座，宣传政策，跟协助民团2届罢免。我觉得行政体系有行政体系的一些考量，那所以我倒是没有听说这样的讲法。党中央是一直以来呢，就是认为说这个论述上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应该要予以公民最大的一个协助，然后呢，也要让公民感觉到有后盾。罢免潮来袭，但各团队背后金流资源，如今也都被放大检视。来，玉敏，我觉得民进党发起这个大恶霸，我真的是非常的令人不齿哈，因为其实你耗费了非常多整个社会的资源，而且他的理由，你看曹先生讲什么？他说要驱逐红色走狗。我觉得就是你随便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然后贴在所有国民党的区域委员的身上，然后呢就动用资源，然后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然后才当了1年多的立法委员。你现在就发起这样的一个斗争，只是因为民进党在国会的席次少，借由这个想要翻盘，然后就要把人家拉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民主发展到现在最大的悲哀，就是变成是一个政治上的只是恶斗而已嘛，就是正当理由都讲不出来。很多区域委员他被罢免的理由，你真的拿出来看，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好可怜。就是说什么在国会里面旁边有打架，你没有去劝架，什么就讲一些很荒唐的理由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区域委员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也非常的辛苦啊，才刚选完1年多，现在等于是再选一次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整个民进党是来势汹汹哦，因为他是从整个党中央柯建铭其实去年已经预言啦，虽然最近大家说他脑袋瓜不太清楚，但是他今天说我脑袋清楚，对，比任何人都清楚。人家他真的很清楚啊，他去年就预言了嘛，去年就要搞大罢免了嘛。今天来讲什么总预算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去年就已经设定目标，就是要大罢免，就是要拉下几席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可以看到民进党他从这个遮遮掩掩哦，什么都说民团呐哈，什么都是民团。现在已经快要不演了。我看到最新的情况是，这个民进党党中央也要下令要下乡哦，要下乡讲什么？说要讲总预算呐，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预算什么。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70个民团也出来大罢免，民进党党中央也说要下乡下乡去宣讲，这就是2股力量要合流合起来，然后集中力量，然后就是要力拼。而且现在民进党其实还祭出什么？他要公投。
就是民进党他想要借由公投，然后去设定这个在8月份的这个公投，然后再加上这个罢免，他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民进党早就准备好了嘛，都按照他原来的剧本，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演嘛。那结果他现在讲着各式各样的理由，说哦总预算被删了，现在要下乡，那个就是惺惺作态。所以大家说赖清德会不会出来？会啊。最后的时候，连卓荣泰都会出来，因为我的政务官通通下乡宣讲为了捍卫我行政院的预算，就是名义上觉得讲得很正当，但实质上他是要跟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力量就是合二为一然后就是要再对决一次，这个就是赖清德口中所说的用更大的民主来展现。但请问赖清德总统，这算哪门子的民主？这叫做斗争，这不叫做民主。自己用。我想，这个是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想法最大的差别的部分那就是说，刚刚玉敏所提的，就是说，好像是你们这一些罢免的团体，全部都是民进党操作出来的，而且是从去年老柯开始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样子的操作了，所以你们到现在的想法还是说，这个都是民进党在处理大罢免的事，那我们民进党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是本来像那个什么杨志宇公布各自的那个阿美我也是看电视才认识的啦他说他们家都是国民党的那他出来罢免出来做这个罢免的那个发言人，然后呢，国民党竟然把他公布他的个资出来，所以我们再看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他本来不是属于民进党的，但是他来。处理这个罢免之后，竟然被这样子对待，然后那个傅崐萁，那个叶老师，坦白讲，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也是看电视才知道，那他一个不要说他在花莲教了多少学生，有多少的风评好评了光是看到一个80岁的老人，像你这样子对待就不对，那甚至傅崐萁还讲说，他以前都是本来就是偏绿的。事实上，为什么他那个什么魏家会站出来说替那个老师讲话？所以在我们的看法里面，的确是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有民团。那就国民党的看法里面，这些民团都是民进党操作的。为什么你们联署会失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你们都认为说这个民团都是民进党在操作的，那你们国民党自己又没有去操作所以输嘛。其实你可以看一个数据就那个数据还真的是很好玩。国民党你看你们那个死亡联署的数目字跟那个就是合格罢免跟不合格罢免的数目字，你看差多少？这些都是罢免国民党的，他的那个合格率都是90几%，最低的是有一个好像是80几%的都是90几%。那国民党的这些合格率呢，都是60几%。那你看那个死亡联署数了抄错或者是。大抄小抄这个我不晓得，但是你看这个都是各个稀稀疏疏的。国民党这个死亡联署数有那个80几、60几、100多、185的，所以你再看这个数据，你看到处可以看到很多的连锁站民进党的民团的都有。像我服务处也有提供，就是你们虽然我在高雄，你们现在全国的人民觉得说你应该要罢免，那你又不好拿所以你可以。你也许是台北户籍，也许是台中户籍，那我服务处会把所有的人都准备在这里，你来我这边拿就好。对所以你们都有加入你们都有参与你还说民进党没有？我们有加入，我们有参与。我讲的没有错民进党当然是全力参与。我们有加入，我们有参与，所以我说我们的认知差距就是说，我就是讲这样子有国民党，有民进党，有民间自主的。那我们认为这些民间自主的，就是民间自主的。你们可能认为这些民间自主的，还是民进党在操作的。所以难怪你们会输嘛。不然他们资源怎么那么多？那民间自主的，他们资源怎么那么多？而且还可以吃大餐。我跟你吃大餐的事情，我再跟你讲。后面的资源远远不止。来，这个吃大餐很好笑真不是很好笑，很好玩。港湖除锈剂，你刚才的照片是到这里，这一个是人家提供给我的，那一天的照片是在这里。结果呢？港湖除锈剂上面正好是内湖区里长李李昌会，正好是李彦秀的选区。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去里长去吃饭很正常，很正常，我没有说不正常。今天你如果是拿公款当然不行，你如果自费去，
难道所有罢免的民生团体都要很穷的吃不起餐厅吗？吃1万块，快1万块。那个他们怎么吃我不晓得了。至少说你如果可以证明他们是拿公款去吃，现在我们在我们国民党自己要很谦虚的承认犯错，尤其是这个党中央，你就是低估了形势，你低估了民进党要搞大罢免的决心，还有他动员的能力，你就输了嘛。我今天就是接了一个东西，我刚刚都给他们2位都看过了嘛。我不要在那边亮出来，因为上面有人名，人家说他是党员，你们万华要罢免民进党哪个立委，联署的地点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党部也没有通知他。啊，你说这地方党部问题，你党中央没有督导这个不严的这种责任吗？你党中央有没有成立一个特别的小组去进行所谓的罢免，或者你讲反罢免也不要紧啦？你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嘛，完全没有嘛。你这场战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而且他已经在发动攻势了。他联署的人，这个完成了这么多，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不动如山，你是在玩空城计吗？还是在玩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谋略，也说来让我们赞美你一下嘛？啊，就是没有嘛。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认为说，哦，多数的台湾人是理性的，是善良的，是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了这种大罢免，绝对不会在台湾发生，因为它没有发生在美国，没有在日本，没有在欧洲国家，台湾也不会发生。你在做春秋大梦啊！这个责任，党主席就是要扛。很简单一件事，你今天当党主席，你就有责任。今天这个东西弄了这样子，大家颜面无光，而最需要负责的名字叫朱立伦。那现在就看你在未来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怎么样的加紧动员去处理这个事情。台北市大概没什么问题了，2个我觉得可以满了哈。刚刚你讲到万华，我昨天去啊，它没有固定地点呢，我刚不讲嘛，它是早上比如在这个市场，下午在那个市场临时发通知这样子的。他那个北投是好不容易最近3月才开始找到一个固定地点的，他没有，连这个都没有嘛，联署地方在那里都没有嘛。那这个，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再补充一下啊，那个现在预算的问题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租屋补贴，他现在没有领到。人家要讲联署地点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些年轻人他的不爽啊。租屋补贴没有影响啊，租屋补贴完全没有影响，没有领到的，怎么会没有领到呢？就是你们没有发给人家，你们还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抗议。我的秘书就没领到。你秘书没领到是民进党政府的问题，因为钱是没有被动的。我讲的，这些人不爽出来，不是我要讲这些人不爽出来联署的。你像总统府现在以前有假日开放，现在假日不开放。那你说啊，你也可以开放啊，这个其实都跟整个预算、水电各方面有关系。预算，平常心讲，你立委做那么久，我也做过立委。没有删那么多了，对不对？哪有删的呢？他们是故意在那边表演给大家看啦。删跟动差很多了，你动很快就可以解冻了嘛。这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真的我不骗你了。你们租金补贴完全没有删，跟我们以前煽动的状况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认为你们动就不会恢复，那你们送一个来试试看就知道了嘛。你们也不送一个冻结的。以前我们的书面报告可能就可以恢复了，那最多专案报告。现在呢，有一些还要到那个院会去投票，他现在很夸张。他现在是分成好几种嘛，有的你用书面也许给你解冻了，有的你来中央报告解冻了，有的可能这个要院会同意，他不是全部院会同意嘛？对啊，那你就把很多啊，你就把可以解冻的先送来就好了。数目是差很多啊。赵哥。这个可不可以我1分钟讲？那个租金补贴它是在国土署的预算里面，但国土署被冻结的预算跟租金补贴没有关系嘛？所以如果呢，这个志杰委员的秘书没有收到这个租金补贴，那是民进党政府的问题，不是删预算的问题。他会不会刻意的迟发啊？常常是这样。对，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建铭呢，这个左打蓝右踢绿哈。那除了跟国民党吵架，他说王定宇
勾结了国民党啊，跟这个徐小清勾结，把国防预算给删了。哦，所以王定宇现在变成中共同路人了。哦，就是连王定宇都变成中共同路人了。哦，那王定宇说，这个柯建铭是不是身体不好，认知出问题了？啊，那这个柯建铭说，大家不要做出不道德事，我脑袋好得很。哦，我身体一点都没有问题。那么另外呢，这个庄瑞雄也说呢，受不了老柯骂英系啊，老是骂英系，你什么意思啊？哦，所以呢，庄瑞雄也力挺王世坚。那这个柯建铭说，王世坚是配合国民党把无人机的预算给删了啊。那王世坚说呢，他的作为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他应该去做精神鉴定啊，这人显然精神有问题哦，乱骂我哈。所以开始吵架了啊。然后呢，王世坚说，如果我有勾结，如果我有这个乱删，退出政治，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做柯建铭说我有叛党，我叛了什么党？我哪有叛党？那结果他们的吵架，柯建铭王世坚的吵架呢，说吵上了中常会哈。赖清德说不要再传达错误讯息，我也不懂这个传达，这到底谁在传达错误讯息？柯建铭就说，我被陈冠廷3次电话挂掉，因为陈冠廷要当这个国防委员会委员啊，就他们一定要那个沈波阳去干啊。那柯建铭说，总召是立法院最卑微的角色，都听你们的，都听你们的哈。那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我是担心比愤怒多哈，我一开始听得蛮生气的哈。是什么事情让王定宇这么气？原来是前一天的这场专访。表一就，王定宇那票，和徐小清和这个马文君在唱和。上回柯建铭、王定宇才为了海军外套是谁泄密，传出两人有误会，现在是误会越来越大了吗？我比较担心柯总召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在认知上出了什么问题？他毕竟是长辈哈，我觉得不苛责他哈，那也希望大家多关心他。他目前状况，我是觉得怪怪的了。我头脑比谁都清楚，所以不要再做这些不道德的指控来掩饰自己的错误。错误就是错，好好认错就好了。柯总召挂保证身体没问题啦，不过误会无解的还有王世坚。伊种就是刚刚要中常会，伊就是也开成预告，伊是要从，但也要问总统现在问题。落来这个转失败，然后就是中天连线，中天连线然后呢，领导中常会还会在里面所有的会议内容全部被录音。直播的，我敢讲这话100%啊！至于王世坚对党的忠诚度，爆料民进党中常会内容都被外流，柯建铭炮口对内火力全开。我希望大家团结，我也很期待跟他沟通。至于这沟通管道能否成型，王世坚在截稿前没有回应，倒是国防召委电话门一事。我想总召绝对不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位置，总召的辛苦，他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理解啦哈，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尊重总召。就怕这场自家人内战只是未完待续。好吧，他们陈冠廷呢、王世坚都要尊重长辈，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嘛？你看人家陈冠廷这个小朋友，可以看出来也还是非常具有教养的。我还是家教还不错啊。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啊，这个柯总召，就凭你在这个所谓直播节目当中对内去批评你的党内同志，而且讲了这么样严重的话，光是这一点，对于要个调和顶鼐，身为一个总召的人，你就非常的不适任，就是非常的不适任。而且他提到这个王定宇说实在的，王定宇跟陈冠廷就是这一次跟韩国瑜一起到美国参加就职典礼，所以我们还有机会5天之内就反正也没人了嘛，就这些人大家就全部还有机会来沟通讨论。王定宇就常讲了嘛，在这个国防外交的时候呢，让大家充分发言，然后呢尽量不要动用到表决，否则的话民进党绝对是赢，对不对？那不要动用表决，让他充分发言，然后大家互相协商，你说要删多少，我删多少，那我们是不是用冻结？大家都全部来讨论好。可是这样子一个召委的角色，在柯建铭里面就告诉你，就说这就是不符合他的需求，他就是一副国民党只要提出来，我们就可以用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人数，你就把它否决掉。那你这样子对于一个召委来说，到底谁才是一个比较适任的？所以我觉得柯建铭光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我真的觉得跟我跟玉米在第9任的时候就见识过柯总召，他这个整个是。这个棒子一挥，大家就是完全是听命于他。那他现在已经是变成不是立法院的一个多数，所以他是不是在这个权力的落差上面，让他对一些决定
等等之类的，会做出很多抛文的判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权力旁落的时候，对一个以柯建铭来说，最近身体不是太好来说，也难怪他自己的党内的同事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个落差。我最后还是要提到，柯建铭从过去的罢免来说，他都已经承认整个剧本。我觉得蓝跟绿，包括绿的委员，都是跟着柯建铭的这个剧本在走，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不管在是财划法，不管是在总预算当中，对不起，柯建铭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任何东西送到院会去表决之前，3党是坐那边是要一个一个来做一些讨论的。讨论当中，我们自是已经备好一些可以跟你来做一个沟通的。今天我删你这么多，只要彼此把话讲清楚，我可以删少，甚至把删变成动。连这个过程他都不要，那唯一不要的理由，我们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我们是对最多数？我可以让你的这个所谓的预算或是财划法部分可以重新再来讨论，你都不要。唯一的解释，既然看懂了，他完全不跟你讨论，从头跟你挥到底。原因是什么？为大罢免添柴火，否则你没办法解释。如果以国家社会好的话，你为什么不跟最大的这些所谓多数人来讨论？他完全不要，这就不是完全每个人就落入他的，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该谁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我觉得全部都落入柯建铭的剧本当中了。王定宇说柯建铭要做精神鉴定，你觉得？其实坦白讲哈，真的需要。这一次以前的哈，就这一次以前，其实柯建铭本来他真的是刚志恩提到了调和顶赖我们党内甚至党外，啊，事实上这10几年来，的确他也都是表现得相当好。好，我当立委的时候，王金平时代，那到后来游锡堃院长、苏家全院长，就是王金平他们3位院长，事实上我们整个部分党的沟通，事实上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沟通都还蛮不错的。就像刚刚志恩提到的，大家要写朝野协商要干嘛，大家讨论都很和睦啊。志恩也是之前就当立委当好几届的，跟我差不多啊。对，但他以前都很顺啊。为什么这一届特别的不顺？柯建铭不愿意去上那个谈判台啊？这是特别的不顺。当然，就是现在这是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分歧的地方嘛。你们都认为说这东西柯建铭不谈。那我们这边的看法是，你看，其实就刚总预算的3栋就好。你们认为这不是很严重？我们看法是真的很严重。所以来谈啊？对，来谈当然要谈啊，但是你们谈啊？你都会说他不谈，那我们有时候都那个黄国昌也不谈，那个傅昆萁也不谈。没有，他从头到尾都听他盘古开天开始讲起，一讲2个小时。他会谈，没有精神异常。他会谈盘古开天没错，但是他最后会谈。是什么啦？他最后会谈。都没讲啊，都没有讲出结论，也不跟大家讨论。所以因为坦白讲了，你们蓝白这些案子我们看来就也真的是很不爽啊。就来讨论啊。讨论啊。他就不讲啊！不是你连让我们进去开会的机会，把我们关在外面，连让我们进去那么多的讨论，很多，你说最重要的关键时间都把我们关在外面，不让我们进去，多吗？多啊！多吗？一次就3个案子最重要的关键都不让我们好好的讨论，那怎么会叫做要让我们讨论呢？好不好？我就看这个新闻心情相当的复杂了，因为其实我们从好久之前就已经非常怀疑说柯建铭总召他目前的状态如何。我们经常在党团会议当中会讨论，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其实越来越糟心。他原本只是自己盘古开天讲个不停，到后来会制止他的党籍的同仁，比方说他开记者会的时候，吴思瑶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呢他已经讲了30分钟，还没有讲到重点，然后他会一直说我的重点就马上就来了这样，然后吴思瑶不过就是在这个30分钟之后，弱的插了几句，然后马上又被他压住，就说他都不要再讲，那他继续盘古开天，然后等他讲完之后，这个记者会就结束了。那更可怕的地方就是其他党籍议员就会，党籍委员就会窃笑。那我们就会想说，奇怪，民进党的党团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当你们已经看到这个总召现在是呈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们有人去试图沟通吗？或者是有人试图去了解一下总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不只是他的状况会影响到整个议事，事实上所有的协商都因此被延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因为每一次的政党协商被延宕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法案它就会一再的被阉割。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政府的施政也会不利。我觉得，难道民进党
的立委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那当然，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说，好吧，不然你就继续维持这个状态好了，你也不要去精神鉴定哈，你也不要去什么认知去看有什么问题，你继续要维持这个状态，相对来说对在野党是好的，但是对整个国家是好的吗？我真的也是要劝一劝这个志杰委员，还是要发挥一下你们的这个党籍委员的同理心。我们都很讲道理，我们都超讲道理，你们都听婚期的啊。我今天听到那个王世坚讲要做精神鉴定哈，还有那个王定宇说认知出问题，哦，我好感谢他们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出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困惑，但都不敢讲，就是说好像讲出这样的话是在骂人嘛，不是吗？哦。而且绝对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绝对不会是出于他们一定不会觉得我们是出于关怀或什么，不会是这样。但是柯建铭的表现真的太异常了哈。我们从过去呢，国民党呢的几个的政治人物呢，也看到这样子的发展啊，就是当一个记性非常好的人、论述很强的人，开始出现那种叨叨絮絮，然后一直不停的缅怀过去，然后讲，你就忘了你自己原来到底在讲些什么，然后脾气暴躁，哈，这些都是认知出问题的一个状况。而且我最近啊，非常的遗憾，有一位呢，就是我不好意思讲是哪一届的哈，因为一讲可能就会有人会猜到这种辩才无碍、逻辑思辨多强的人，完全糟心。就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好朋友或是家人劝他去做检查的话呢，我想这些人大概都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可能真正出现状况。但是我觉得柯建铭听到我们这样讲，也觉得我们都是不怀好心啊。接下来回来。好，台南市选出来立委陈亭妃要选市长哈，连续收到3封恐吓简讯，哦，那小弟林叉叉祝你正宫康泰，我是看你真无啦，哦，什么卡小要选市长，哦，3月天开始站到你初选，含恨败北，哦，你已经不是昔日优势组的陈亭妃了，哦，我是进阶版的林叉叉，哦，那陈亭妃呢就这个徒步到警察局去报案。哦，然后呢，林俊宪呢，他的前特助就说呢，不要为初选不择手段哦。那另外呢，而且呢，这个他也当然是他发的吧？他说哪一句还是这个他出事，说哪一句是恐吓，要诬告你哦。所以这个林姓男子，我也是个有家庭哦，有正当职业的哦。你说你担心母亲哦，希望母亲平安，那我这个3封简讯到底有什么？是这个诬告，是这个恐吓你，我没有恐吓啊，没有说要杀你啊，没有怎样啊，哦，那林俊宪否认，说这不是我的助理啦，哦，所以呢，这个不是我去照助理去吓他的啦。那郭国文就说，用减掉2字不同声音才是恐吓，哦，你现在我们这话都不能讲，叫我们不讲话啊。哦，陈亭妃说啊，你半夜传这样简讯，那你不是霸凌是什么？你半夜传给我，就很奇怪，我跟你不熟，对不对？那你这个，我认为你就是恐吓，我认为恐吓，我害怕了啊，而且怕我妈妈的安全啊。那台南市民进党团有8个议员说呢，陈亭妃你喊团结不羞耻吗？哦，居然还有就去报案说恐吓啊。联合报的快评这个是说呢，本命区本来是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嘛，哦，杀到剑骨。那你的赖清德曾经说你清楚啊，哦，市长啊、立委啊、议员屁股有几根毛。你清楚几根毛又有什么用呢？几根毛又怎样呢？哦，哎，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台南他们认为说，民进党提名我就当选了，所以呢，初选杀的可能比大选还刀刀见骨。我们看一下，亭妃还是坚持，我答应民进党的支持者，绝对不往内互打。不党内互打，不想因台南市长初选破坏党内和谐，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前一天才泪洒立院，说自己收到3封恐吓讯息，现在恐吓者身份曝光，是党内可能对手林俊宪的特别助理。我如果第一时间把这个简讯拿出来，是不是你就说我在政治操作？其实我真的不要政治操作。他是我的支持者，他有在帮我，他是不知心的义工哦，但是他很痛恨陈亭妃、郭信良他们以前就是跑票嘛他说叛党嘛，所以在当年的跑票事件，
林义文就跟郭信良他就大骂他们了。澄清恐吓陈亭妃的人是支持者，但林俊宪不忘再踩陈亭妃最在意的跑票事件，同派系好友郭国文也补上一脚。事情是点过头了，点太大。像之前有人说要用机关枪来扫射我的服务处，有人甚至在留言说打断我的腿，这才是真正的恐吓。动用行政资源去打压不同言论，这才是另一种恐吓。如果6、7岁的女儿长大以后接到了是这样的简讯，你还会这样子说吗？将心比心，这些文字不就是霸凌吗？要自家人将心比心，别霸凌。台南市长初选都还没开始，眼泪之外到处都是眼硝味。陈志杰，我还是要呼吁要团结啦。啊，事实上，其实我们高雄跟台南比较上，其实初选的激烈程度真的是不亚于，就是我们高雄不亚于台南的。不过就是说我们高雄其实现在我们彼此都很以礼相待，我们只有炮口一致对外那个柯志恩，不好意思啊，5个打1个。你不是也有对林岱华天天的日常？没有，我们林岱华那个是我们就是司法归司法，我们不予评论啊。就是他其实他这20几年来他的认真程度。好，跟优秀程度其实也毋庸置疑啦，啊，所以他这个问题我们不清楚，就是让司法去决定。不是你们4个集体起来害他的，不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讲说这4个，因为他民调第一就不可能讲。其实把第1名的拿下。其实我先把那个民调讲清楚，它不是民调第1啦，因为民调它分互比式跟对比式，我们的决定是对比式，不是互比式。它互比式的确有比我们高。但是呢，我们决定是对比式，那对比式我们都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没有说谁是绝对高，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比柯志恩是不是？对，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对柯志恩，其实你就知道我高雄的日常了吧？他有的时候是陈亭妃不要哭，所以你刚刚点讯都是我高雄的日常。他比较志恩当然比较辛苦了，那当然我们彼此之间其实也还真的是团结度不错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以礼相待哈。反正命里有的终归有，命里无的莫强求。你只要负责认真，其他的缘分你没有办法决定一切。对了，那个民进党他们当然每个人，不管是在浊水溪以南，他们都认为只要通过初选，就一定是有办法大获全胜，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像初选都是用大选的规格再去打的，这绝对是一个事实啊。不过以陈亭妃刚刚所传的这些所谓的简讯，你如果把它放在脸书下面的这些酸民的留言，大家都非常习以为常。但他比较大的重点是放在是认识他的人用 LINE 的方法来去半夜传给他来，所以会造成他情绪上的波动。不过他只是透过这一点来显示出他目前来说是腹背受敌嘛，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嘛，赖清德还有他们每个人都是支持这个林俊宪嘛，那他是一个人民调即使这么高，但是他也会担心到底什么时候会被用不同的方法把他做掉，所以他这个哭不是这个简讯的问题，而是在反映他自己内在非常大的一个焦虑跟他的一个压力。那以高雄来说，我说实在的，就像刚刚许自己也都已经知道的，我们就是4打1，100不对高雄来说都已经日常，反正大家就正向思考，反正就是越挫越勇，就是这样子。正向思考了。我觉得刚刚志杰讲的云淡风轻啊，哈，其实高雄的情况呢，他们党内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哈，他们党内他们其他人是联合去攻那个林岱樺了。那其实你们曾经也讲了嘛，哈，就是说只要初选不是林岱樺的话，你们其他人大家都可以来协调了。就是说先把第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先拿掉，你们其他人就都还有机会。所以情况不一样。那个其实我们看到那个不是我讲的，我没有讲过这句话。我不是说你讲的，有人这样子讲哈，对。所以你们的态势很明显，先把第一名拿下再说，这样子。在美国的初选。选举有时候也是初选的时候比较激烈，对。但是我在只有高雄跟台南这次初选不太寻常啊，不太寻常。就是说你还是看得出有股杀气，也有很多的怨气啊，所以这个不是正常的初选。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啊，立法院里头杀气腾腾，地方上看起来也